开幕雷击，约翰·谢尔比阵亡了。这事儿得从剃刀党和意大利黑帮尚格莱特家族的恩怨说起了。利兹和尚格莱特的太子谈起了恋爱，作为英国黑帮的霸主，剃刀党自然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。赶上约翰性情莽撞，破了太子的相，这一来二去的，双方彻底交恶了。尚格莱特发起了报复，在晚宴上意外枪杀了汤米的挚爱格雷斯。这可不是捅了马蜂窝，而是直接扎了蜂后啊！汤米是什么性格？直接让兄弟们活捉了维森特夫妇，并且做掉了他的儿子。本想折磨维森特到死，结果信奉上帝的亚瑟仁慈地解决了他。这之后，谢尔比家族遭遇大难，伯明翰新上任的局长对他们发起了逮捕令，凡是手里沾过血的，全部都被抓了起来。而这背后是丘吉尔在控制，其中虽然没有汤米，但他却成为了家族眼中的恶人。入狱的众人早就磨平了往日的锐气，一个个变得沧桑无比。波利更要靠药物来维持。这天，他们被接连带出了牢房，绞刑的日子到了，惊恐到无奈再是接受，只能祈祷死后能上天堂啊。汤米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，他把串联第3季的所有证据，连带国王的亲笔信寄了出去，这足以证明剃刀党是在为政府干活。跟国王沾边的事儿，警察局哪敢怠慢，吓得赶紧就 fucking 放人了。同时，汤米还提出了个条件，为自己颁发官佐勋章，认定他汤米·谢尔比对治国有利。就这么着过了1年，直到圣诞节，汤米也成了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。可因为绞刑那件事儿，家人们跟他有了隔阂，大过年的都不愿意见上一面。丽兹希望汤米能带着孩子回去看看，孩子会解开他们的矛盾。况且亚瑟和约翰都当了父亲，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呀。汤米肯定是没听进去，锻炼一下身体就回到了工厂。目前这合法的大生意由他和麦克照料。最近有个叫杰西的人总是在厂子里找麻烦，原因是他认为男女待遇不平等，女人的薪资少太多了。这事儿汤米倒没在意，他问起麦克，波利最近如何？姨妈依然是那浑浑噩噩的样子，整天神神叨叨疯疯癫癫。绞刑对大家带来了太大的伤害，细想一下，你知道家人会出手救你，你上了刑场，跟你不知道家人会不会救你，你上了刑场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汤米再三叮嘱麦克要好好照顾他，自己已经和他们走远了。这杰西亲自找上了汤米，想着为女同胞们伸张正义，走路都有点飘了，甚至威胁汤米，如果不给女工加薪加待遇，他就要煽动罢工。汤米不吃这套，几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。约翰这边也隐居到了自己的庄园，整天打打鸟骂骂街，生活还是不错的。艾达这天来拜访了他，送来了新年礼物，跟自己的哥哥叙叙旧没什么毛病，但约翰的老婆不乐意了，任何跟汤米有来往的人他都要骂一顿。唠了几句，艾达就走了，他还要去亚瑟家看看。亚瑟留起了长发，整天陪着孩子玩耍。曾嘲笑约翰的养鸡梦，现在他自己倒是养起来了。可以说呀，亚瑟过上了自己想要的退休生活。艾达很快就到了大哥家，大嫂虽然也不接受汤米的帮助，但面上的事儿还是做了，跟亚瑟一起招待了艾达，还拉了拉家常。听说大哥现在要为了生计去打工，艾达有些心疼，但想到大哥也乐在其中，也就算了。没一会儿，约翰打来了电话，今天早些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信，里面有个黑手印，是尚格莱特家族的长子卢卡寄来的。黑手在意大利人那边的意思是黑手党，他来寻仇了。亚瑟在家里找到了同样的信，他支开老婆跟艾达单独聊了聊。希尔比家族的每个人肯定都会收到这封信，黑手党的报复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艾达偷偷把自己的手枪留给了大哥，完事就快速奔向了汤米家，这事需要他来做主。信汤米也收到了，他比谁都清楚这代表什么。黑手党的人已经来到了英国，卢卡亲自带人去剃刀党的地盘上旅游。有点疯癫的波利本来就不去查任何信件，自然还没有发现黑手党的警告。麦克带来了汤米的嘱托，同时也希望波利能够振作起来。正在家里哄孩子的汤米突然听到了引擎声，他让佣人带走了儿子，提着枪警惕地看着周围。来人并不是黑手党，而是艾达。还没等妹妹开口，汤米就表明了事态的严重性。黑手党那边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，通常10个人左右一起行动。他已经安排警方去排查英国的入境名单，过圣诞节的心思全无，走错一步棋就得过清明节了。卢卡清楚每个人的地址，大家必须待在一起，待在一个黑手党不敢来的地方才安全。想到这儿，汤米让艾达通知下去，希尔比家族要召开家庭会议，任何一个不想死的人都要到场。说完还给了艾达一把枪自保。约翰这边还是约翰，不过名字后面该加上威克了。为了提防卢卡的报复，算是全副武装了。醉酒的伊斯米搂着他活动了活动，这一来二去错过了汤米的电话。
提着枪守夜的亚瑟接到了电话，简短的通知了时间地点后，汤米就挂断了电话。艾达亲自找来了波利，从一堆垃圾里翻出了黑手党的信件，并通知他准时参加家庭会议。汤米安排麦克亲自去找一趟约翰，时间紧迫的他还得操心着事业。身为一大老板，过年期间肯定要招呼不少客人。佣人走过来告诉他，新来的主厨想知道客人什么时候到。汤米一下就警惕起来了。佣人还说主厨带了个副手，两人都是意大利人。汤米连忙翻看起了主厨的档案，发现他曾在圣马可餐厅工作过，那可是萨比尼曾经的地盘啊。汤米二话不说来到后厨，唯独这个副手不对自己打招呼。一个副手又不是实习生，却还在削着土豆皮。汤米确定他身份不干净，扔了10英镑后就找来了主厨。这个主厨看起来挺和善的。汤米把客人来到的时间告诉了他，并且正式的认识了一下。My hand has blood. On to. 趁机逼问他副手的身份。这个主厨曾在萨比尼手下干活，而萨比尼又是意大利人。这次的矛盾，他要站队黑手党，所以安排副手在自己身边伺机待发。这些事儿，汤米很容易就想通了。他汤米·谢尔比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想必萨比尼和这主厨都清楚。于是乎，汤米让他喊副手进来。开门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男人的命运。汤米干脆利落地杀了他，留了主厨一条命回去，给萨比尼传个话。解决完了卢卡，就去解决他。汤米快速喘匀了呼吸，叫来了强尼处理尸体。汤米带着儿子离开了家。接到消息的麦克火急火燎前往约翰家，避开了一辆马车后，一路不停地见到了约翰。伊斯米按照惯例排斥了一下麦克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远离汤米才是最安全的。但结合他跟约翰上次信任汤米的下场来看，这种心情算是可以理解的。争吵还没结束，之前的马车上跳下来了几名杀手，乱枪之下，约翰当场阵亡，而麦克也受到波及，重伤倒地。他被紧急送往了医院。汤米万万没想到，谢尔比家族的重聚会在这种场景下。亚瑟一直在停尸房守着，他的弟弟死在了家门口，这让他曾经的暴躁性格又出现了。亚瑟甚至都不敢去看一眼死去的弟弟。汤米要求他以在那个寒冷阴郁的冬天送走约翰。鼓足勇气回头的亚瑟还是在见到兄弟的那一刻破防了。伊斯米的失控，汤米没有任何反应，而他决定从此和谢尔比家族一刀两断。约翰阵亡，麦克重伤，汤米没有掉一滴眼泪，他一个人在浴缸里点了根烟，脸上是泪还是水已经无法分辨。终于家庭会议还是开启了，只是有个人再也无法参加。弟弟死后，亚瑟剃掉了长发，他早就在子弹上刻下了卢卡的名字，总有一天会把这颗子弹打进他的脑袋里，祭奠死去的约翰。现场除了没完没了抽风的玻璃，每个人都很严肃。汤米懒得去管他，现在需要所有人表个态，跟卢卡死磕到底，为约翰复仇，还是选择休战？不用多想，以亚瑟为首的所有人都选择复仇。抽风的玻璃要代表着麦克选择休战，但这都无关紧要，少数服从多数。汤米宣布开战，他让强尼招募了一群打手，每个人分配一把手枪，当然需要通过查理的层层审核。完事后，剃刀党为约翰举办了葬礼。曾经打仗的时候，汤米和一群兄弟们就被遗弃过。众人等待死亡的时候，加马尔提大家一起唱，在那个寒冷阴郁的冬天，命运眷顾了他们，大家都活了下来。所以他们立下约定，大限将至的时候会再次唱起这首歌。火化约翰的同时，两个杀手埋伏在了暗处，可还没来得及开枪，就被格尔登父子干掉了。对此，汤米和亚瑟并不惊讶，这就是他们两兄弟的计划，以约翰之火提醒黑手党，谢尔比家族的复仇要开始了。波利自然是要阴阳怪气一番，汤米呢还有功夫跟他过家家，直接选择无视。哪知道琳达要跟着作妖，宣布离开剃刀党，还拒绝了亚瑟的安全屋的钥匙。几个女人都以为离开了汤米会更安全，但事实上没有汤米，你们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还是艾达强行把钥匙交给了他，让琳达别 fucking 的拖大家后腿呀。这格尔登父子的来历也不简单，变态、亡命徒、坏蛋、恶棍、野蛮人、邪教徒，反正不好的词儿都能用来形容他们。汤米开价杀一个敌人给500英镑，他让菲恩跟着去处理尸体，自交和格尔登父子正式见面。老头一开口就要买下查理祖传的工厂，这让汤米怎么能答应啊？他掏出了一枚硬币，正面就让你买下这工厂，背面就让我和你大女儿活塞一下。戈尔登脸色突变，满眼都是杀意，但这次赌注他最终是放弃了，不敢拿女儿去搏呀。他收下了硬币，回头给汤米上文用。这就能看出他们只是暂时性的利益合作，双方同样水火不容啊。比作卢卡是外患，那戈尔登父子就是内忧啊。总之形式上大家还是比较融洽的，大家一起举杯纪念约翰。强尼和查理准备起了讲究的大餐，
就是要让混蛋戈尔登知道他们是野蛮人，我们不是。另一边，波利接到麦克苏醒的消息，马上赶了过去。刚恢复意识，麦克就有2个要求：给爷儿来个烟，我要见汤米。麦克要求波利正常点，去帮助汤米渡过难关。希尔比家族现在需要真正的波利，过了这个坎儿，他愿意跟妈妈远走高飞。于是女人帮大张旗鼓地赶了过来。不抽风的波利马上问起了汤米现在的情况，有几件事要优先处理，排查下伯明翰的小姐们，不招不熟悉背景的员工，最后好好跟戈尔登聊聊。直觉告诉波利，这老头想要的东西不只是钱的。汤米听了他的意见，主动上前询问，想让他们父子暂时忠心，就必须了解更多。戈尔登很直白，他希望儿子能够当上拳王，这需要剃刀党的帮助。汤米马上操办了起来。工厂锅炉部有个叫做比利的男人，他曾经在伯明翰蝉联多次拳击冠军。汤米让他跟邦尼打一场。此时此刻此地，量级都不同啊！比利担心失手打死这孩子，外人看来这等于是狗熊打瘦猴，但谁能想到这瘦猴是卡卡罗特呀！邦尼分分钟 KO 了比利，这就是亡命徒的家教。汤米一瞅，这可好啊，这小子前途无量啊，可以成为剃刀党的赚钱机器。送去伦敦打比赛，情况好再送去美国，跟赌马一样控制胜负，大大的赚钱呢。二飞就干过这事儿，汤米清楚这里面的利益，假以时日，这小子说不定还能成为剃刀党的打手。于是他和亚瑟一拍即合，先支付了一笔钱，然后等待下一次的比赛。说完还给了邦尼一副帽子，他现在就是剃刀党的一员了。汤米回到了办公室，杰西又找上了他，自然是继续为女性打抱不平。汤米依然不让步，西列纳闷，怎么楼上楼下都打拳啊？杰西透露自己跟共党有牵连，别没事找麻烦。汤米 Falken 了，爱鼓励罢工就鼓励罢工，想见面也随便见面，但就是不可能退让。很快秘书过来告诉汤米，欧洲贸易理事会的代表要求见面，人已经在门外了。汤米接近了他，只是一个眼神对视，汤米对他的身份就猜个8、9不离十了，他自然就是卢卡。汤米点了个烟，卢卡掏出了牙签，两位大佬针锋相对。汤米靠话术佐证了自己的猜想。卢卡表示见你面太容易了，言外之意他想杀汤米也很轻松。汤米掏枪对准了他，哪知卢卡坐怀不乱，还从兜里拿出了6枚子弹。刚刚在下面打拳的时候，他的人已经进来卸了所有子弹。卢卡一一摆放在桌子上，每一颗子弹代表一位希尔比家人。约翰死了，只剩亚瑟、麦克、波利和艾达。卢卡的计划里，汤米必须是最后一个死，只有让一个人亲眼目睹家人死去，那才是最大的伤害。对于剃刀党那可笑的安保系统，卢卡根本不想提啊。想灭剃刀党，寄信的时候就能逐一刺杀了。至于为何大费周章见汤米一面，卢卡是想来一场光明正大的对决，一场复仇之战。汤米毫不犹豫点头答应，两人约法3章：不牵连孩子，不牵连平民，不用警察。送走了卢卡，汤米和大哥坐在了小时候的房子外。伯明翰小西斯，这是希尔比家族的根基。一起闯天涯的约翰走了，这对亚瑟打击巨大。俩哥哥体内的杀神之火已经在熊熊燃烧啊！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